第22章风卷诀。在一名女士的带领下，萧炎走进了正在举行中的拍卖会。一入其中，周围明亮的环境便是昏暗了下来，阵阵喧闹，铺天盖地的直灌入耳，让得喜静的萧炎眉头大皱。拍卖场很大，容纳千百人并不是难事。此时，在拍卖场中央位置的灯光下，一位身着红色裙袍的美丽女人正用那妩媚的让人骨头有些酥麻的娇滴滴声音为场内的所有人解读着手中物品的功能。在女人清脆酥麻的娇声中，那件其实并不太算稀奇的物品的价格正在以一个火热的速度节节攀升。寻了一个偏僻的位置，萧炎安静地坐了下来，目光扫过场中的那位美丽女人，以他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这场中的大多人都是为了他而来。米特尔拍卖场首席拍卖师亚菲，乌坦城几乎无人不晓的美人，那股成熟妩媚的风情让得很多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静坐的萧炎眉头忽然大皱，微偏过头望着距离自己座位不远处的一位隐在黑暗中的男子。此时那名男子正双眼炽热地望着台上的亚菲，双手在那双红润的樱桃小嘴微微起合间不断在身下耸动着。我靠！低低地骂了一声，斗篷下的萧炎猛翻着白眼，这家伙太强悍了吧！心中骂骂咧咧，萧炎赶紧移开了些位置，有些苦笑地摇了摇头，目光再次扫向高台，望着那红裙女人丰满玲珑的迷人曲线，低声嘀咕道：妖精。视线随意地在亚菲手中的物品上扫了扫，萧炎便是失去了兴致。他可没那么多钱买一个废东西回去，即使拍卖他的是一位美丽女人，目光从女人身上移开，然后在拍卖场内缓缓地移动着。父亲。移动的目光忽然的一顿，萧炎瞟见了坐在最前排位置的一位中年人，当下不由得一脸愕然与古怪。难道父亲也对这女人有兴趣？古怪的念头只存在了一刹，便是被抛弃，因为萧炎发现父亲的目光并未停在亚菲身上，一脸平静，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父亲来这里做什么？心头嘀咕了一声，萧炎目光再扫，却是有些惊愕地发现，与萧家齐名的另外两大家族加列家族、奥巴家族的两位族长都在此处。这里有即将拍卖的东西在吸引着他们。心头一头，眉间轻挑了挑，萧炎有些好奇地摸了摸鼻子，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把三大家族的族长都给吸引来了？不得不说，这名叫做亚菲的女人是个调动气氛的好手，她的一颦一笑都将会让得场下的价格一阵急飙，而每当此时，这女人还会对着提价之处送去妩媚的微笑，顿时本来还在肉疼的提价之人立马精神抖擞。场内的气氛在这妩媚女人的掩嘴轻笑间始终保持着高潮。各位，刚刚拍卖场接到一样新的拍卖物，我想大家一定会感兴趣。拍卖完手中的物品，亚菲忽然笑盈盈的道，玉手一挥，一名侍从赶忙端了一个玉盘，盘中有着一个白玉小瓶，这是2品丹药。纤手小心地拿起白玉小瓶，亚菲的妩媚声音让得拍卖会微微一静。片刻后，吵杂声顿时响了起来。在斗气大陆之上，最受人追捧的东西便是炼药师所炼制的各种丹药。此物名筑基灵液，只对斗者之下的人有效，用此灵液浸泡身子修炼，能够让处于斗者之下的人修炼速度加快。各位如果想让自己的子孙成为一位少年天才，那可不要放过。充满诱惑的红唇微微开启，吐出的酥腻娇声让得场内众人骨头有些发麻。筑基灵液竟然能够提升斗之气的修炼速度，亚菲小姐，那个阶段的人似乎经不起丹药的冲击吧？虽然亚菲的确美丽妖娆，不过场中也不乏冷静之人，略微沉默之后，便是有人发问。此灵液经过我们拍卖会的古尼大师亲自鉴定，品阶属2品，绝不会出问题，各位可以放心。亚菲笑道。听着由古尼大师亲自鉴定，场内的声音顿时小了许多。谁都知道古尼大师是2品炼药师，整个乌坦城即使是3大家族的族长见到他也不敢有丝毫怠慢。萧炎悠闲地靠在背椅之上，望着场内热络的气氛，心头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看来这筑基灵液
应该能为自己带来不小的收获，目光不着痕迹地移向自己的父亲，却发现他的脸色似乎忽然间有些激动了起来。略微一愣，似是想起了什么，萧炎心头有些感动。哼，林业初步价格在8000金币，请各位起价吧。亚飞含笑道，目光在场中移了一圈，最后停在了坐于最前面的3大家族族长身上。他心中清楚，这3位才是竞争的主要人物。8500。亚飞的话刚落，便是有人喊出了价格。9000。加价的声音紧跟其后，场内的价格不断的翻腾，只是片刻时间便已到了13000的高度。萧炎的父亲脸色虽然有些激动，不过他却并未立刻喊价，微闭着眼睛等待着那些小虾米的哄闹结束。争抢再次持续了片刻，声音终于是弱了下来。与此同时，与肖战并排而坐的一位老者却是淡淡的出声：2万。喊价一落，会场中的声音便是安静了下来。一些人望着面无表情的老者，只得沮丧地坐了回去。他们可没实力和加列家族相争。嘿嘿，加列毕，你儿子不是已经进入斗者了吗？怎么还打这筑基林业的主意？一名中年汉子转头皮笑肉不笑的道：奥巴帕，我给我未来孙子买不行吗？加列毕明显与这中年汉子不对路，直接冷笑道：那也得等你有那个福气，说不定你儿子哪天就被人剪断了命根子。心头诅咒了一声，奥巴帕也是开口喊道：23000。25000。不到10分钟的时间，在场内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两人竟然如同恶狗抢食一般，将价格抬到了3万1的阶位。4万。闭目中的肖战忽然出声，大厅戛然一静，所有目光都豁然转移到了肖战身上，就连那奥巴帕与加列毕也是被他这一口突如其来的高价给震了震。嘿嘿，肖族长看来对这筑基林业是势在必得呀。加列毕笑道。肖战瞥了他一眼，淡淡的道：你想要出价抢救时，我绝对不会再跟。加列毕脸皮一抖，似乎是在思考着肖战此话的真假。片刻后，他摇了摇头，此次他的目的是那件东西，而不是这筑基林业。现在胡乱花费资金，无疑是个不智的决定。另外一旁的奥马帕见到加列毕退了回去，也是耸了耸肩。筑基林业虽然吸引人，不过同样不是他的目的，所以撤。肖战族长出价4万金币，可还有人加价？望着平静的场中，亚飞微笑道：既然无人加价，那此筑基林业便由肖战族长购买而下。见到没有人应声，亚飞也是见好就收，手中的小锤在桌上轻轻一敲，便是定下了买主。偏僻之所，萧炎有些哭笑不得，搞了半天竟然敲诈到自己父亲头上去了。哼，下面便是此次拍卖会的压箱底拍卖。将玉瓶收下，亚飞玉手一挥，高台上的灯光便是暗淡了下来。微微弯身，从台中取出一块银盘，银盘之中有着一卷青色的古朴卷轴，卷轴略微泛着青光，在银盘的衬托下颇为神秘。玄阶高级功法风卷诀。